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为什么说比变老更可怕的是脸部蛮化。看完这5组对比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大家担心变老，主要是怕容貌改变，但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独特的美。到了中年，只要仪态得体，身材的变化并不会让人失去魅力。演员吴彦姝体型偏瘦，韵味优雅，而赵淑珍身材丰满，给人感觉特别亲切。他俩风格不一样，但各有各的特色。这就说明年纪增长并不会让人失去吸引力。尽管体型不同，但他俩都做到了极点，发型整洁，穿衣打扮符合自己的年龄，面部表情自然，一举一动都很从容。这些都说明成熟的美不是靠年轻的外貌，而是靠整体形象的和谐。仪态管理对个人形象至关重要，处理好仪态比单纯追求年轻外貌更有意义。然而岁月不饶人，随着年纪增长，加上医美手段的影响，不少中年女性会出现蛮化的仪态，容颜衰退，甚至显得越来越不好看。什么是蛮化？蛮化指的是脸上有了特别的变化，脂肪乱长让脸部线条模糊，软组织往下掉，看起来鼓鼓的，加上身体里水分排不出去，脸就更肿了。蛮化跟一般的长胖不一样，体重没变的人也可能蛮化，比如身体瘦但脸看着圆，发腮只是脸的一部分变了，蛮化是整个脸都变了。要区分蛮化和自然变老，可以看脸是不是特别肿，蛮化脸会特别鼓，自然变老脸皮就是慢慢变松了。造成脸蛮化有2方面的原因，一是生理性成因。自然衰老使面部骨性支撑萎缩，软组织松垂，形成蛮化脸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的面部结构会悄然发生许多变化，骨骼的支撑力逐渐减弱，肌肉开始变得松弛，脂肪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，皮肤的弹性也不再如从前那般紧致。这些生理上的改变共同作用，使得面部逐渐呈现出一种膨胀感，我们称之为面部蛮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没有进行过面部填充，这种蛮化现象依然会出现，而且每个人的蛮化程度和时间都是各不相同的，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。临床观察发现，这些差异主要源于3个方面：一是骨骼的吸收程度，2是软组织下垂的速度，3是遗传因素的影响。女性中年因荷尔蒙变化，基础代谢降低致脂肪分布改变，女性步入中年，身体会发生一些自然的生理变化，体内的荷尔蒙水平会有所波动，脂肪的分布模式也会随之改变。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脸部和腰腹部开始逐渐堆积起赘肉。科学研究明确指出，大约40岁左右的女性体重往往会呈现出上升的趋势。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有2方面，一方面是基础代谢率在逐渐降低，另一方面是肌肉质量在不断的减少。这些都是人体自然衰老过程中的正常现象。具体来说，雌激素水平的下降会对脂肪代谢产生影响，导致皮下脂肪重新分布，生长激素的分泌减少则会导致肌肉的流失，而甲状腺功能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能量的消耗效率。这些生理机制共同作用，使得中年女性的身材出现了典型的变化。肥胖因素，如因饮食习惯及高盐高钾食物摄入容易导致脸蛮化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会让体重上涨，影响脸部线条。比如说，吃太多精细的碳水化合物，身体就容易堆积脂肪；高热量食物会让皮肤下的脂肪变厚；高钠食物会让体内水分滞留，脸部就更容易浮肿。医生们在临床中发现，长时间吃高碳水、高盐食物的人，脸部线条变模糊的情况更多。是医源性成因。过度填充，受网红脸审美影响，多次过度移植或单次大量移植。医美界曾一度热衷于追求那种夸张的网红脸风格，许多人为了追求这种效果，不惜多次进行脂肪填充手术，甚至有些人单次注射的脂肪量过多。然而，冷冻处理不当会导致脂肪细胞受损，
移植的脂肪中因此掺杂了大量死细胞，这些死细胞在体内可能会引发组织异常增生，导致脸部肿胀的不自然。填充过量的话，脸部就会失去原有的自然曲线，变得扭曲变形。这样一来，后续的修复手术就变得异常棘手。2. 填充材料吸水性改变，如玻尿酸注射多出现水肿样近似蛮化反应。有些填充材料中添加了亲水性物质，比如玻尿酸。玻尿酸中的透明质酸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，如果注射过量，就会导致周围组织肿胀，脸部看起来就像馒头一样鼓鼓的。长期使用这类填充物会带来不少麻烦，比如填充物长时间留在脸上，会使面部线条变得不自然，影响美观。此外，身体可能会对这些外来物质产生排斥反应，逐渐引发炎症，给健康带来隐患。更严重的是，一旦注射过量，以后想要修复就会变得非常困难。为了减少这些风险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首先，2次注射之间要间隔一定的时间，避免频繁注射给身体带来过大负担。其次，在选择填充物时，最好选用那种能够完全代谢掉的小分子产品，这样相对来说更加安全。最后，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注射操作，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技能，能够保证注射的安全和效果。3. 外源性注射材料的增长反应，非法材料成蛮化脸主力军。中国医美市场这几年快速发展，规模迅速扩大，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没有医疗资质的美容工作室涌现。这些工作室里，不明来源的注射材料通过非法渠道肆意流通，许多人在这些不规范的地方接受了医美项目，结果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临床数据显示，非手术类医美项目引发的蛮化现象占据了总数的 10% 到 20%， 而在这些案例中，玻尿酸注射、再生材料填充、胶原蛋白植入是3个最主要的原因。4. 面部组织或填充物位移，挤压临近组织产生膨胀感。反复做面部填充会导致异物在皮下逐渐累积，这些残留的物质会持续挤压周边的组织，进而引起生物膜的移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组织会不断发生变化，脸上就会有一种膨胀的感觉。临床研究发现，蛮化现象的出现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大约有80%的患者既存在填充物的残留问题，又遭受了线雕手术的后遗症。蛮化跟普通发胖或者脸圆有那些具体的区别呢？一是发腮。发腮是指下颌部位的自然变化，简单来说，就是骨头向横向生长，使得脸部变宽，同时咬肌也随之增大。发腮之后，脸上的骨头依然明显，下颌线虽然变宽，但边角依然分明，这是因为骨头在生长。与皮肤松弛不同，骨头的生长让脸部看起来依然有立体感。要明确的是，发腮与蛮化是2回事，发腮不会让脸部垮掉，反而因为骨头的生长，让脸部的结构更加清晰。2是脸圆。圆脸的特征在于脂肪均匀分布于面部，皮肤紧致有弹性，皮下组织与骨骼轮廓贴合的恰到好处，这使得圆脸看起来立体、饱满且充满青春活力。张小慧便是一个典型的圆脸美人，她的面部线条流畅自然，皮肤弹性极佳，脂肪分布均匀，丝毫不见松弛之态。圆脸天生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感，无需过多修饰便能展现迷人风采。它的一大优势在于特别显年轻，饱满的脸型能够有效掩盖细纹，紧致的皮肤也不易下垂。只要保持合理的体重，圆脸便能长久保持其原有的美感。此外，挑选一个合适的发型，能够进一步凸显圆脸的优势。合适的发型能够修饰脸型，使圆脸看起来更加精致。总之，对于圆脸而言，保持自然状态往往比刻意调整要更加好看。3是蛮化的具体表现。表现1，浮肿僵硬。蛮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脸部不自然的肿胀，特别是脸颊下方的苹果肌下垂，下巴处脂肪堆积，形成了双下巴。
这种现象与普通的发胖不同，这是脸部肌肉和脂肪移位导致的脸型变化。有些人尽管体重不重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你轻轻按压他们的皮肤，会感觉像按到了水肿一样，皮肤凹陷下去。其实，这是因为脸部内部结构出现了问题，脂肪生长异常，让整个脸部看起来鼓鼓的。同时，组织移位，原本分明的脸型变得松弛。这不是简单的胖瘦问题，而是脸部支撑结构发生了改变。表现2，轮廓模糊。面部软组织一旦膨胀移位，会引发一系列的轮廓改变。最先受到影响的是下颌线条，会由原本的清晰锐利，逐渐变得模糊圆钝。鹅蛋型的立体脸型，也会慢慢转变为扁平的圆饼状。这一变化过程中，五官的比例也会被挤压，鼻梁看起来变低平了，眼型也显得狭小，整个面部的立体感因此大大减弱。随着软组织继续膨胀，下颌与颈部的界限愈发模糊，最终呈现出一种发面式的面部轮廓。这不是简单的体重增加或减少所能解释的，而是面部深层的支撑结构发生了改变，从而导致面部形态发生了重塑。表现3，油腻感强。面部蛮化会让皮肤发生显著变化。具体来说，T 区的油脂会大幅增加，毛孔也会随之扩大，使得皮肤看起来粗糙，甚至会反光，显得很不自然。这种皮肤变化与普通的油性皮肤有所不同。面部蛮化导致的油脂过多，是因为皮脂腺过于活跃，这是身体内部的问题。同时，毛孔的扩大也与面部组织的肿胀有关。触摸这样的皮肤，会有一种油腻且厚重的感觉。这种油腻并非普通的出油，而是从皮肤深层冒出来的异常油脂。最后的结果就是蛮化面容会让人明显显老，面部轮廓膨胀变形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5到10岁。面部组织松弛下垂，显得疲惫憔悴，整体面容杂乱，满面油光更是加重了这种邋遢感。即便化妆，也难以掩盖内在的衰老。这种面容变化对形象气质有着极大的影响，即便穿着打扮再讲究，也会让人感觉缺乏活力。2. 已经蛮化如何改善？一是发型修饰。想要修饰蛮化脸型，就需要在发型上多花心思。若想塑造出头包脸的效果，关键在于让头发蓬松起来，别紧贴头皮。可以尝试使用玉米须夹或蓬松喷雾，为发根增添支撑，使颅顶看起来更饱满。这样一来，面部比例会被拉长，上半脸的体积会有所增加，下半脸的臃肿感自然就被平衡了。在选择发型时，应避免那些会暴露脸部轮廓的款式，比如大光明扎发或是过于服帖的直发，因为这些发型会让脸型问题更加凸显。要修饰蛮化脸型，可以选自然弧度的侧分刘海，或是慵懒的大波浪卷发。这些发型能够巧妙地遮挡面部肿胀，又不会显得刻意做作。在头发长度上，最好保持到肩或锁骨的位置。短发容易拉宽脸型，而长发则可能显得累赘，加重下垂感。选择这种长度的发型，再加上柔和的波浪线条，能够很好地修饰面部轮廓，不显脸型问题，还能让整体造型更有活力。2是化妆修饰。化妆处理蛮化脸时，重点在于平衡油光和重塑面部轮廓。选底妆时，挑哑光粉底，再配上控油妆前乳，从源头上解决油光。修容部分的下足功夫，用灰调修容粉扫下颌线和颧骨下方，这样能让面部线条更紧致。鼻梁和眉骨，用高光提亮，把被压扁的面部凸显得更立体。眼妆别太复杂，下眼睑深色眼影尽量少涂，免得下半脸显得沉重。唇妆最好选哑光口红，不然面部会显得黏腻。3是穿搭减重法。服装选择方面，服装搭配重点是用领型设计平衡面部的圆润感，V 领和方领最合适，能拉长颈部线条，让脸型显得更长。领口深度要选好，锁骨下方2到3厘米最合适，这个位置既能修饰脸型，又不会显得暴露。注意避开2个极端，领口太高，修饰效果就没了；领口太低，
又显得不得体。选服装时，优先考虑垂坠感好的面料，比如真丝、雪纺或精纺羊毛、粗针织、蓬松毛这些面料，容易显得身材臃肿，要避开。版型上 ，H 型的剪裁最合适，既贴身又有余地，别太紧，也别太松，紧了会暴露身材缺陷，松了会显得体积大。颜色上，选深蓝、墨绿这些冷色调，能让视觉上收缩。可以用同色系深浅搭配，比如浅灰蓝衬衫配深海军蓝外套，这样身材看着更好，搭配也有质感。配饰搭配方面，选配饰时最好选40到45厘米的细链 Y 型项链，这样的长度能让颈部线条更流畅，圆脸的朋友戴上也能修饰脸型。耳环就选2到3厘米的竖线条款，直线设计拉长脸部比例，记得不要戴圆形或大块头的首饰，容易让脸看起来更肿，要戴纵向线条的，这样才能让脸型更小巧。医疗修复方面，减法可以帮助减少容量和脂肪，使面部的软组织变得更加平整。通过这种方法，重点部位的肿泡感会明显减少，从而使得整个面部轮廓看起来更加轻薄、精致。加法则是通过重塑面部的立体外轮廓和内轮廓的高光点，巧妙地结合骨相和皮相的特点，来打造出一种自然、和谐的美感。这样的调整不仅能让面部轮廓更加立体，还能让整体风格显得更加自然、大方。第一步，消除填充物，通过注射玻尿酸溶解酶进行分解吸收多余玻尿酸，恢复面部自然轮廓与外观。第二步，光电项目，可以通过超声王、超声炮、热玛吉等光电设备，提升皮肤紧致度，让皮肉重新紧密贴合后，面部平整度自然会提升。后期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，进一步的精修面部。第三步，重塑轮廓。蛮化脸的修复过程，是由条件、认识、技术、审美共同作用的过程。一、额头蛮化修复。额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学点，叫做额结节，在红色部分中上部1/3位置。从侧面看你会发现，这个部位是整个额头的曲线拐点，并不是一条完整的弧线，而是有一定的拐点。所以额头蛮化的解决方式是运用额头的光影美学打造骨节感。除了溶解掉多余的填充材料外，可以适当增加眉弓的高度，来实现额颞部形态的自然骨感。二、高苹果肌和眶骨凹陷修复。对苹果肌的改善不能只针对这一个部位，事实上是对整个中面部的改善，所以高苹果肌和眶骨凹陷可以一起解决。解决方式是外轮廓提升，再加上眼眶骨支撑，来视觉上弱化苹果肌的高度。三、尖下巴和口周凹陷修复。过度填充的下巴使整个面部下庭的比例过长，整个面部比例看起来不够和谐自然。解决方法是通过口周支撑的方式来缩短下庭，既能解决口周凹陷问题，也可以达到缩短下庭的目的。关于蛮化脸的改善，综合上来说，就是降低高度，填平凹度，以此来让皮肉和骨骼的贴合得更紧密，脸部的蛮化感就会减轻很多。三、如何防止脸部蛮化，或者降低蛮化速度？一是饮食控制。饮食管理对容貌和健康很重要，要控制糖和盐的摄入。糖分会让胶原蛋白分解得快，皮肤就容易松弛下垂；盐吃多了，水分会留在身体里，脸上就容易浮肿。要调整饮食，多吃3类东西：优质蛋白、天然胶质，还有胶原蛋白，能让皮肤保持弹性和紧致。油炸食品要少吃，特别是油性皮肤的人，更要注意。清蒸、炖煮这些健康的烹饪方式可以多用，食用油也得控制量。最关键的是，要定期看看身体状况，根据这个来调整饮食，这样才能真正从里到外地变健康、变美。这种科学的饮食管理，不仅对皮肤好，还能让身体机能全面提升。二是护肤管理。护肤过程中，选择合适的产品至关重要。我们要寻找那种既能有效控油，又能兼顾抗衰老效果的产品。烟酰胺成分能帮助我们调节脸上的油脂分泌，而 A 醇则能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。
两者搭配使用，肤质会得到明显的改善。平时护理时，记得多给脸部进行按摩，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。使用植物精油，再配合专业的按摩手法，效果会非常显著。此外，用刮痧板刮刮淋巴部位，能有效防止水肿。制定一个早晚的护肤计划也很重要。早上，护肤的重点是控油和防护，晚上，则要多注重抗衰老和修复。每周，记得安排一次专业的按摩护理。只要你长期坚持这样科学护肤，皮肤松弛的情况就会来得更慢，让你一直保持肌肤的紧致状态。3是生活习惯，要想脸部状态好，保持规律的作息是关键。睡眠不足会导致体内皮质醇增多，脂肪就容易堆积，早上起来脸部还会显得浮肿。因此，晚上要尽量少喝水，这样可以有效减轻水肿。同时，体重的稳定也很重要。频繁的胖瘦变化会让皮肤失去弹性，变得松弛，所以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每天按时上床睡觉，按时起床，这样内分泌就会保持稳定。饮食也要均衡，这样体重就不会忽高忽低。此外，再加上适量的运动，新陈代谢就会加快，脸部皮肤也能一直保持紧致的状态。4是不过度依赖医美。上面说过，医美填充治疗若过度，极易导致蛮化现象，为追求面部饱满，频繁打针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要合理控制医美治疗次数。起初，不妨尝试非侵入性的保养手段，将基础护肤工作做到位，确保皮肤状态良好。随后，寻求专业医生帮助，根据个人实际情况，评估具体需求，制定恰当的治疗间隔。唯有如此，方能规避过度治疗带来的不良影响，达成抗衰老的目标。5是坚持面部按摩，提升紧致肌肉。面部按摩能预防面部老化，每天花5到10分钟，通过按摩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就能维持肌肉弹性，提升皮肤紧致度。操作时，先抹点按摩产品，均匀地涂在脸上，从下颌开始，用指腹沿着脸部轮廓线，轻轻地往上滴了。记得，按摩时手法要轻柔，别拉扯皮肤，跟着呼吸节奏来，效果会更好。这种规律性的按摩，能一点点改善肌肉张力，预防软组织变松。只要科学按摩，长期坚持下去，面部轮廓就能保持年轻，延缓老化。时间会让人的容貌逐渐改变，这是生命的必经之路。美不应该被一种固定的标准所束缚，我们无需过分关注脸上的细微变化，让自己陷入焦虑。其实，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的美。皮肤松弛了，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；皱纹增多了，记录了人生的点点滴滴；身材发福了，是身体自然的反应。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旅程中的真实写照。真正重要的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让身体机能保持正常。适当的运动，提高身体素质，修炼平和的心态，让生活更有质量。这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气质，比刻意追求年轻的外表要有意义得多。积极的生活态度所展现出来的魅力，往往比精致的容貌更加吸引人，也更长久。生命的美，不在于和时光对抗，而在于在每个阶段都能活出自己的风采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